病房的门被缓缓关上，王一博也再次睁开了眼睛。双11晚会1个月前也邀请了肖战，说起这个消息还高兴了好久。又回婆家了，没事，战哥不用紧张，有你男朋友罩着你。肖战的语调上扬，却有一点撒娇的韵味。王一博，你最好善良一点。好好好，那你罩着我。现在自己本可以借着受伤推掉晚会的录制，可是王一博第一个想法竟是又可以看见他了，就算带着伤，忍着痛，也一定是要去的，不然自己又有什么理由能再见到他呢？上一次芭莎拍摄的时候，自己也是左脚受伤，肖战心疼的要当场停止拍摄，又推掉了他的广告代言，前前后后无微不至的照顾了，甚至扬起下巴，神色严肃的警告：王一博，你再这么不小心受伤，我饶不了你。现在王一博多想对他说一句：肖战，我受伤了，很疼，你能不能不要饶过我？能不能抓紧我？王一博受伤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，兄弟们一一打电话过来问候，王一博都回了他们：已经好了，小伤，不疼。却始终没等来那人的一个电话，一条信息，也没机会再跟他说上一句：别担心，我没事。王一博真的没有耽误任何通告，以最快的时间赶回了剧组，也如往常一样转场录制着《天天向上》，还抽出时间排练晚会上表演的舞蹈。只要他不说，就没有人知道他还疼不疼。他没有再回北京，更没有再回那个他们2个的家，所以他不会知道跟那个人在得知他受伤了之后，在楼下默默地待了一晚上。上海飞到北京只需要2小时20分钟。肖战不知道自己匆忙赶回来能做些什么，见不得王一博，更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。可是当听到王一博受伤的消息，肖战就再也坐不住了，只觉得哪怕回来离他近一点也是好的。以往亮着暖色灯光的屋子，现在却是一片黑暗。可就算这样，肖战也觉得安心。他就站在楼下看着，站累了就蹲下抱住自己的膝盖，继续向上望。天气很冷，肖战却笑得温和，任由寒意侵染自己米色的羊绒外套。狗仔仔，好想问你一句，疼不疼？直到天蒙蒙亮，肖战捶了捶自己麻木的腿，站起来，转身走出院外。回到剧组的时候，正赶上当天第1场戏在布景。肖战抓紧时间换了身衣服，便走到一旁等戏，仿佛昨晚北京那一夜的户外观望只是一场梦。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桌子上堆着好几本杂乱无章的病历。肖战身穿一身干净的白大褂，坐在桌前，修长的手指握着一支炭黑笔，在病历上游走。他像极了一个严谨沉稳的医生。摄影机立在一旁，随时准备开始拍摄。战哥，这是晚会的场次安排，你的节目是在下半场，王老师的舞蹈在你前面一个节目，别的周可都不担心，唯独早早定下的这场双11晚会，他这些天谨慎又谨慎，生怕说出什么话拨动肖战心里紧绷着的那根弦。可是说到底，该面对的还是要去面对。肖战听完之后抬了眼，语气里的那份担忧无处掩藏地暴露出来。他还要跳舞？是。周可硬着头皮回答，感觉肖战凌厉的眼神扫得自己头皮发麻。可这分明又不是自己能决定得了的事情。听小珍说，是王老师自己坚持要上的，他和艾米都没拦得住。说完，肖战又低下了头，半晌缓缓开口：你告诉小珍要随时准备点药贴和冰袋，如果不消肿就请给他敷一敷，疼也得让他忍着，不能由着他胡来。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并未抬起，
再加上这一身白衣在身，到真事项和患者家属交代注意事项的一声，如果不是他翻看病历的手突然收紧的话，周可还来不及问他要怎么说。就算说了，那个特立独行的王一博又怎么就会听的时候，肖战又拿起一张白纸，手中的炭黑笔沙沙地写出了几个字，递到他的面前，让小珍准备这个药膏，别的太呛他不肯贴，这个中药味道的他还算喜欢。周可接过来，是一种消肿祛瘀中药贴的名字。周可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何必呢？现场开始拍摄，整个剧组都弥散着顾魏和林之孝甜蜜的恋爱氛围，演员也是力求完美收官，没有丝毫松懈。肖战投入戏中，看着身边的杨紫笑得一脸宠溺，结束后弯腰向大家致谢，他还是彬彬有礼，温润如玉，没有人能看出他心中的触动。这一刻他好羡慕顾魏，没有所谓世俗的阻拦，感情上也没有什么波澜起伏，但是就是那份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爱情，偏偏就让肖战求之不得。小珍看着旁边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王一博，捏紧了自己手里的包，里面是自己按照那张大白纸上宣写的几个大字买的药，正费尽脑汁地想着怎么能让面前这个祖宗乖乖听话。一大早接到周可信息的时候，小珍珍觉得自己改行成为了双面间谍，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到什么可行的方法，只能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掏出了药膏。一博，一会儿上台会站很久，我帮你敷一贴药膏吧。我朋友说这个药贴很好用的。不用，王一博开口便拒绝了，睁眼扫过小珍手中的药贴时，却眼神一顿。那要不先冰敷一下吧。小珍没看见他眼中流转着的情绪，又慌忙地拿出了冰袋，这样可以消肿。把药拿过来吧。磁性的声音平缓，王一博的心里却在颤抖。熟悉的中药味冲破了包装袋，直钻入自己的鼻腔。王一博像是不够呼吸般深吸了一口气，任由小珍将方方正正的药膏贴在了自己脚踝。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，醒不来的梦，寻不到的天堂，医不好的痛，点不着的香烟，松不开的手，忘不了的梦。